毕业后，我拒绝了我爸安排的好职位，靠自己面试进了财务部。没想到过了2天 ，HR 就让我到工程部实习。小宋，我们考虑了一下，觉得工程部比较适合你，你看看你愿不愿意过去？现在财务不缺人，我寻思这意思不就是，我要是不去工程部，公司就不要我了呗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之前面试的时候没有提呢？公司是不能随意调岗的吧？我一个学财务的，去工程部干嘛？HR 还算客气，是不能随意调岗，但征得本人的同意后是可以安排的。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疏忽，不该在财务部不缺人的时候选择招聘，只不过我很看好你，工程部其实是一个更锻炼能力的岗位，你先过去学习，等财务部有位置的时候我再把你调回来，这样能接受吗？这饼画的，狗听了都摇头。我刚想拒绝，脑海里却想起自己对我爸信誓旦旦的承诺，我一个985的本科学历还不能靠自己了，我非得靠自己混出个名堂，自家公司才上这2天就被辞退，以后还怎么服人？工程部其实更能锻炼一个人的能力，像我们公司那些中上层领导们都是从工程部开始做起的。这话 HR 说的倒是没错，工程部是技术岗，懂技术的人永远有说话的底气。我爸本科也是学工程的，可我本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，我怕不能胜任这个工作。HR 笑了，笑容中像是带了点得逞的意味。其实你们本科学的东西和工作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来了公司都需要重新学，退一万步讲，你们部门的经理很厉害，就没有他带不会的学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 HR 的笑容我隐隐的有点不舒服。HR 见我同意了，立马领着我去见了我的直系领导，那速度倒像是拼命的要把我往工程部推。宋岩，这是你们部门经理林念，你以后就跟着他学。我礼貌地伸出手，看着眼前比我大不了2岁的女人，妆容有点厚，我心里有些佩服她年纪这么小就能坐上这样的岗位。你好，我叫宋岩。林念像是没看见我伸出的手，转身走了2步，回头脸冷了下来，还不跟上。我也没见我爸那级别的人这么惜字如金，连说个跟我来都像是要他命一样。我顿时对这个新领导的好感全无，我还是跟上了林念的脚步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转身拿了一堆图纸给我，这些你晚上看，明天我提问。我随手翻了2下，这些图纸包括了电路原理图、拓扑图、地基图。先不说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基础，就是老工程师也不见得一晚上能看几百页的图纸吧。我没有学工程的基础，我怕新人刚进来谁有基础？这不是您懒惰的理由。宋岩，公司不是学校，没有人会罩着你，我怎么感觉林念好像在针对我？我抬头仔细地看了他几眼，可确实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认识的话怎么会针对我？难不成这就是他带新人的方式？我努力回了工位，我戳了戳一个挂着流量牌子的30岁出头的男人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些图纸我该怎么看？流量转了过身，你就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？我点了点头。他欲言又止，像要说点什么。林念踩着高跟的声音从我们面前经过，长得漂亮也是一种本事啊，听着有点阴阳怪气。说完走回办公室，拿起一个扣匙的包又往外走。话被打断，我又问流量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他摇了摇头，没事。你问图纸是吧？我教你，你先看端子，端子连接的是，听他讲我稍微懂了一点，但只是皮毛。看图纸看着看着就看到了下班的点儿，流量收拾完东西拍了拍我肩膀，早点下班，你才刚来，不着急。我点了点头，又埋头在图纸之中。第二天我眼下一片青黑，看了一晚上图纸，才堪堪的看了20页，也只懂了个大概的框架。但班还是要上，妍妍，让你爸载你去吧，正好车上不眠，看你这一脸憔悴的。我妈摆着餐盘，边伸手拍了我爸一下，就顾着看报纸，看把闺女折腾成啥样了。我爸是个妻管严，马上放下报纸，义正辞严，公司有人欺负你？我连摆摆手，没有，才上这么1天班，能有谁欺负我？有人欺负你，你告诉爸，自家公司还能让人给欺负了不成？知道啦，这才第1天，啥形势都没搞清楚，还是别贸然行动了。爸载你去吧。我想了想拒绝了，算了，就5分钟的路，我骑小电驴去就行。也行，趁着这个机会锻炼锻炼。说完他看了我一眼，眼里带着些期许，顺便趁着这个机会帮爸爸找找公司里的蛀虫。我理解我爸的想法，公司里的那些人精们知道我爸是老总，
在他面前总是把最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但他们见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啥都不是，实习生一个，他们才不屑于在我面前伪装。我妈不满地嘟囔：锻炼啥呀？这大太阳的，小电驴多晒，要我说你先给闺女买辆车吧。哎，不用。说着，我跨上包骑小电驴出门。刚到公司，就看到林念站在门口等着我。我从小电驴上下来。早呀，我露出笑容，打了卡。但发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接收。林念盯着我的小电驴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又将视线移到我脸上，阴阳怪气。当初我做新人的时候，都是比规定打卡时间早到1小时的，哪像现在的年轻人，踩着点打卡。我看了眼打卡时间，7比508，00上班，这也还没踩着吧？要是人人早1小时，那为什么要规定打卡时间？林经理不仅做新人早1小时来公司学习，现在当领导了也早1小时来抓新人，真是给公司树立了一个好榜样。阴阳怪气谁不会？果不其然，林念的脸黑了下来，冷哼一声，真是朽木不可雕。我不理他，刚要上楼，没想到林念又拦住了我。昨天的图纸看得怎么样了？在公司大门口问。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难堪吗？打卡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，不明所以地看看林念，又看看我。大概看了一些，但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不清楚。不清楚？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？你一个 XXX 学校的高材生，这么浅显的东西不懂，真给你们学校丢人。我都还没说哪里不清楚，大早上就开始骂人。想必林经理刚实习时一点问题都没遇到，一天追赶老工程师，林念的脸色越发难看。你一个新来的，一大早在公司门口吵什么？是我爸的声音。老板好。林念的声音一下子就软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地给我爸问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，新来的实习生不懂事。我还没开口，林念又打断了我。老板，不打扰您了，我带着小宋先到部门里学习，这会儿倒成了小宋了。我向我爸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不要插手。我跟着林念走，他瞥了一眼图纸，随手放到一边，又从包里抽出一沓文件。这些材料你给我整理好，明天开会要用。我一个人整理。他冷哼一声，还着手。你有意见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林经理不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吗？尤其对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。没想到这句话触到了他的逆鳞，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。我是你上级，我说的话你只有服从的道理。所有工程部的同事都转头看向我们。我抬头看他，他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自然。行呗，你职位高，你说了算。我坐了下来，看着他一脸得意地踩了高跟往办公室里走。左右想不通，我只好问刘亮。林经理都是这么对新人的吗？刘亮压低声音。只有你一个，我有这么大的面子，值得他这么对我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私怨？我再次想了想，依旧一点也想不起这张脸。见我摇了摇头，刘亮又开口。那他怎么会特地把你要来我们部门？我以为你们是什么亲戚呢，特地要的我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提前和 HR 串通好，把我要到了工程部整我。这要是他亲戚，只怕也是倒霉亲戚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以前没有见过他。那就奇怪了，我突然就想开了。他特地把我要来，肯定要好好的整我，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我给辞了。于是我开始按部就班，从工程的基础学起，他说的材料能整理多少就整理多少。到了第2天，我把整理了一半的材料交给他，他盯了我很久，却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笑得有点让人头皮发麻。我以为他就这样放过我了，没想到会开完了，他让大家留下，又单独的把我拎出来。不是我不给新人留面子，你们看看他做的这都是什么垃圾？这水平，专科生都做得比他好。从内容到排版到语句，你敢说你不是野鸡大学毕业的吗？要是别人，可能被单独的拎出来讨伐，会有点羞愧。刚出社会的女生脸皮都比较薄，但是知道他针对我，我就躺平了。我才刚来，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。再说了，你不是很清楚我的学校吗？昨天不是在公司大门都给我念出来了。我不甘示弱，场面顿时变得有点针锋相对。其他同事见状忙说好话。宋妍才刚来，还什么都不懂，多学学，很快的就会了。林念却不听，不懂就要多花点时间学。你自己看这些内容，你自己不觉得羞愧吗？说着，他把文件甩到我面前。请问是什么内容？
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从他开的会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完全是照着 PPT 读的，半点没自己看法。我这个没半点工程基础的人都觉得他的内容没半点水平，照着念谁不会？再说了，他老说我整理的材料内容有问题，倒是指出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没问题？你自己不会看看？这么简单，还需要我给你指出来？搞半天还是没说什么问题。其他同事又纷纷开口。宋岩刚做的报告肯定没有老练的工程师做得好，你就别和他计较了。是啊，算了。半晌他才冷哼一声，今天就先放过你。我笑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呢。刚出会议室，刘亮悄悄地和我说，你以后别和他对着干，他有后台的。我听了来了兴趣，展开说说，刘亮却嘘了一声，把声音压得更低。具体是什么后台，没有人知道。总之他说什么，你左耳进右耳出就可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不置可否。干了坏事，迟早都会露出马脚的。接下来的2周，林念又指使着我做这个做那个，甚至端茶倒水的事也让我来做。我能干就干，不能干，不想干就不干。他对着我骂骂咧咧，却无可奈何，常常气得什么难听的话都骂。其他同事见状纷纷安慰我，让我别和他一般见识。我佯装难过，捂着脸说自己笨。你已经很好了，又上进又细心。他刚来公司的时候也犯了很多错误的。你别说他刚来，就是现在也虚。后面的话被打断，但我多少也猜得到。林念的我水平和我差不多，甚至每天只是来公司打个卡，一整天都没在办公室里。有需要他签字过目的地方，就叫我们先放着，等他回来处理，常常一等就是一整天。工程部私下里对他意见不小，只是还没摆到面上。本想让我爸把他给开了，可他怎么坐上这岗位的问题还没搞清楚。再说，因为名不副实这个理由开除他，还得付他几倍的赔偿金，钱也不多，但花在他身上，我不乐意。好不容易闲了会儿，我仔细地研究了下他的朋友圈，全是晒包、晒车、晒高端局的，一片岁月静好。但我盯着一张照片，看出了点门道。这不是我去过的会所吗？还是个网红聚集地。之前我去过，看到一堆人围在一起拍照，我嫌乌烟瘴气，后来再没有去过。到了周末，我让司机送我过去碰碰运气，没想到还真碰上了林念，和几个打扮精致的女人围在一起，对着一个奢侈品包包猛拍，一会儿这个背一下，一会儿那个背一下。我笑了，没想到林念是个假名媛。我挎了个爱马仕的包走到他面前，佯装偶遇。林经理，好巧啊！林念听到声音，猛地抬头，脸突然黑了下来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不是周末吗？怎么了？我不能来。林念盯着我的包，眼神像要把我给吃了。半晌又笑了笑，看来咱们是一样的人。啊，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把包放在了桌上，那些所谓的名媛眼睛发光。这不是已经绝版了吗？你是怎么搞来的？我先拍，他们拿出手机就要对着我的包包拍照。我对着他们露出一抹笑，把包收了起来。不好意思，私人物品，不接受大家拍照。林念突然站了起来。宋岩，你装什么呢？我转头看着他。怎么了？我不能有钱吗？我今天就是故意的，故意给林念找不痛快。我们公司工资再高，也不可能一个月能让他买一个小几万的包，除非他有金主。但就算有金主，看来对他也不怎么样啊，难为他在这里当这个假名媛。你有钱，你在公司穿那么随便？你有钱，你能处处受我的气？我笑了。你也知道你处处针对我。我有钱，也要学习，也要工作。我的衣服没有 logo 不代表它不是大牌。林念，承认自己爱慕虚荣那么难吗？林念站了起身，叉着腰。你就是说破天，我也不信你有钱。你的包是你的吗？你怎么证明？你说衣服是大牌，它就是大牌了。像你这个年纪，谁会有钱还这么朴素？我气笑了。林念，我没必要向你证明，但没想到我还没回到家，公司群里就炸开了锅。宋岩是假名媛？看不出来呀，他平时也没怎么发朋友圈吧？那他当这个假名媛的意义在哪里？会不会他有其他平台的账号？往上一滑是我的爱马仕包包被其他3个假名媛拍了的照片，被林念发到了群里。他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：据我所知，这款包包已经断货了，
全球才5个，然后又发了一张我从那个会所挎着包包走出来的背影照。看似不经意的照片，却引发了无限的遐想，间接地坐实了我假名媛的事实。断货绝版，然而包括我在内，全球5个的包，我们几个人里就有了4个。这不是假名媛是什么？看到群里一条条的消息，我回了一条：这周邀请大家到我家游艇上开派对。听到我这话，群里再次炸开了锅。我承认我落俗了，我是有钱人，我为什么要让别人误会？和林念打了一周太极，他倒是没怎么难为我，想来是要等着我周末出丑。我提前让人布置好现场。终于到了周末，同事们登上游艇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我对着他们随口说：你们自己随意点，别拘束。眼睛瞄到了林念，他站在人群之外，脸上带了些许不自然的神色。我朝他露出一个笑容，没想到他真来了。同事亲昵地挽着我的手：哇，你家真的好有钱啊！宋妍，之前我不该在群里跟着起哄的，我误会你了。但你平时怎么这么低调？藏得太深了吧？原来妍妍才是货真价实的名媛。妍妍，我微微一笑，把手从她怀里抽了出来。这种塑料姐妹情没有什么经营的必要。我走到林念面前：林经理，谁是真名媛，谁是假名媛？你还要和我掰扯吗？他脸上的血色尽退。游艇可以是租的，你没有证据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甩出一个游艇购买的发票记录。前2年我爸送的生日礼物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半天他都没有任何的动作，睁大了双眼盯着我，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一般。其他同事见状，忙转移话题：宋妍，你家这游艇多大呀？这要买的话得多少钱啊？我瞥了林念一眼，转过了身，顺着同事们的话头，给他留了点面子。大概78英尺吧，不算是最大的，但让咱们工程部的聚在一起玩还是够的。买的话大概几千万吧，发票上都有。本以为经过了这件事后，林念多少会收敛一点，没想到他越发嚣张。过了2天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：有个项目你去跟。说完从包里拿了份材料出来，丢给我。我指了指自己：只有我，只有你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很有意见。我单独的跟这个项目是不是不合适？林念冷哼一声：我是上级，你是下级，我的命令你只能服从。好一个下级服从上级，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林经理，这涉及公司利益，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？合不合适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我们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你就算有钱又怎么样？没能力也一样滚蛋。我忍住了冲上去扇他一巴掌的冲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谈不下来，你就把我开了？林念不置可否，扬了扬他那高贵的头颅。你就不怕我向上级反馈你针对新人？听到这话，他轻蔑一笑。你大可以去反馈。他的态度更让我坚信了他的后台就是公司某高层领导，所以他才敢这般肆无忌惮。行，我跟，但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？看到他不屑的眼神，我接着说：如果我谈不下来，我走人，干干净净的走。但如果我谈下来了，你当着全公司同事的面向我赔礼道歉，说自己不该狗眼看人低。我赌他对自己的自信，赌他在几次3番被我呛后，巴不得我早点离开公司的心。因为就算我拿不下项目，他也没资格开除我。他估计巴不得我这么说，还免了他去找理由。果不其然，他只是犹豫了一下，立马应下：行啊，还冷嘲热讽了句：有钱有什么用，权力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这么轻易地应下这件事，想来这项目不会太容易。我跑去问刘亮，没想到他比我还生气，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。他让你去跟这个项目？我点了点头。怎么了吗？技术问题很复杂吗？刘亮叹了口气，又摇了摇头。技术问题不复杂。那是什么原因？哎，你才刚来还不知道，这个项目有2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没什么钱，销售也不太上心，觉得流标了也就流标了。第二个就是这个甲方是个笑面虎，你摸不透他心里的想法，可能陪着玩了半天，最后项目还是落在别家公司手里。见我蹙起眉头，又安慰我说：不过和我们工程部应该没关系的，一般是销售去陪客户拉项目，而我们只是去回答技术层面的问题，就算谈不下来，责任也不在我们身上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并没有放宽心，和林念的赌约还历历在目，这可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责任不在我们身上就能解决的问题。
我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。销售不上心，我得上心。我把手头的材料整理了一下，有来工程这段时间积累的知识，有流量带着我学项目的经历，加上这个项目确实不算太难，我花了2天就把技术问题搞了清楚。但客户那边的态度确实难以把握，他们像个笑面虎，却没有透露出一点关于这个项目花落谁家的苗头。小宋，你别太上心了，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来说不重要。销售部的同事纷纷劝我，他们对这个项目处于一种佛系的态度。想来也是，又没几个钱，抽成也抽不了多少。可我不像他们，这个项目是我能不能留在公司，能不能给我爸争一口气，能不能在公司站稳脚跟的关键。我和销售一早把客户约了出来，销售对我的执着不解，只当我是个不听劝的小姑娘，无所谓的陪着我逛。等我把客户带到了高尔夫球场的时候，他们格外惊讶。小宋，听说你家有钱，没想到这么有钱啊！我扯了扯嘴角，勾起一个笑容。咱们今天玩个尽兴，尤其是江总，大老远来一趟，要是哪里不开心了，就是我的不是了。除了高尔夫，这里还设有按摩、温泉服务。此外，我晚上还订了 XXX 会所，歌舞表演、酒水饮料一应俱全。听了我的话，江总冲我笑得开心，还伸出手鼓了鼓掌。还是小宋会安排，深得我心，陪着人打了一早的高尔夫。江总兴致勃勃的就要去下一场，我及时的把人拦住。江总，您看能不能吃饭的时候抽点时间听我讲讲？我准备了些材料，保证不打扰您宝贵的娱乐时间。玩了一早上，客户们心情都不错，尤其是江总，脸上笑开了花。当然可以了，听你讲完，我们再去吃饭，不差这一点时间。那再好不过了。我把准备好的 PPT 放映到大屏幕上，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开始讲。此次投标，我们公司具有以下优势。首先，在产品上，我们公司不仅满足了贵司所要求的稳定性和准确性，在速度和使用寿命上也优于市场上同类型的其他公司。其次，我们公司的售后服务在业内一向广受好评，巴拉巴拉，绝对不会出现推卸责任的现象。最后，我们公司所生产的每道工序都有据可循，皆是按照国际标准，巴拉巴拉，安全性绝对可以保证。而其他公司，参照此前你们所选择的公司，皆存在以下巴拉巴拉的问题，讲了近40分钟，江总在内的客户却只是笑着对我点了点头，依旧没有任何要选择我们公司的表示。我气急，渣男的态度都没有这么暧昧。但卑微一方，我只得面上不动声色地把人带去吃了午饭，又做了按摩。销售见我这样，也开始上心了起来。晚上我们把客户带到包厢，叫了些酒，和客户扯着皮。小宋酒量怎么样？能喝吗？江总状似不经意地问我。销售正要替我拒绝，我忙应了下来。横竖是豁出去了。能喝，我酒量一般，属于中等水平，和这些老酒鬼拼酒肯定是拼不过，但我一定得喝，不仅得喝，还得喝得连亲妈都不认识，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态度。我倒了满满的一杯酒。江总，我先敬您，感谢您今天的捧场。说完，猛地抬头往里灌，又一杯杯的敬了所有在场的甲方们。不知道喝了多久，喝了多少，我的胃里火辣辣的疼，直到我吐了几次，晕沉沉的不省人事。女孩子在外还是要保护好自己，别喝太多酒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我头疼的不行，刚想下地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小宋，醒了吗？意识不甚清醒，我捂着脑袋。你谁呀？我销售啊，我打电话就是和你说，客户已经承诺我们公司了，你昨晚喝那么多，现在就安心的休息吧。听到这话，我突然就清醒了过来，头也不疼了，胃也不辣了，火速收拾好就去了公司。我进了部门，同事们纷纷迎上前来祝贺。宋妍，可以呀，看不出来你这么拼，小小年纪还挺会来事儿。刚刚销售特地来我们部门夸的你。我打断他们说的话。林经理在吗？他们不明所以，还是回答了我。好像在办公室里吧。我推开他们就往林念办公室里走。林经理，你是不是该向我赔礼道歉了？我开门见山。林念的脸色难看，却依旧强撑。他只是口头应允，还要等最后的合同。那咱们等着看呗，我又不差这2天的时间。如预期般，没过几天，合同签下来了。我又去找林念，他却不认账了，理直气壮地反驳我。我没有说过这话，我看着他的脸，气笑了。林经理，你的脸皮比你的妆还要厚。
说出口了又做不到的人，还怎么当领导？林念一脸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看着我。我把手机打开，播放录音。有个项目你去跟，只有我，只有你，怎么？你有意见？我单独的跟这个项目是不是不合适？我是上级，你是下级，我的命令你只能服从。林经理，这涉及公司利益，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？合不合适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再说了，我们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你就算再有钱，没能力也一样滚蛋。你的意思是我谈不下来，你就把我开了？你就不怕我向上级反馈？你大可以去反馈，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？如果我谈不下来，我走人，干干净净的走。但如果我谈下来了，你当着全公司同事面前向我赔礼道歉，说你不该狗眼看人低。行啊，有钱有什么用？权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来回回的播放着，林念脸上的血色一寸寸的褪尽，最终他忍不住了。宋妍，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？我指了指自己，我过分？和你比起来，我做什么都不过分。只要你在所有人面前向我道歉，这段录音就从来没有存在过，否则这段录音就会在全公司的广播系统中不断的播放。林念还是软了声音，宋妍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但我不能在那么多人面前向你道歉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我环着手笑了笑，我不能理解呀？怎么就不能？向我道歉是会让你少块肉还是少根骨头？林念，做错了事就要承担，你既然同意了和我的赌约，做不到的话，怎么给属下树立好榜样？你问问自己，要是这个项目没有谈下来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林念恨不能将我生啖其肉，瞪着我。最终他妥协，给我2天时间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许是权衡再三，林念选择公开向我道歉，只不过说得含含糊糊的。我不该因为自己自立深就有了优越感，不该拿公司的利益来打赌，做事不该不计后果。对不起宋妍，是我错了，这个赌约我输了就会认。整了半天，他这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还给自己立了个信守承诺的人设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当着同事的面，林念，你可不只是有优越感啊，你让我给你端茶递水，处处为难我，既然做出了这些事，你自然就该道歉，在这给自己装什么信守承诺呢？若不是我手上有你的把柄，你会乖乖的向我道歉吗？我没想到林念居然哭了，眼泪就像自来水，说来就来。我天生的冷硬心肠，看着他的眼泪，不仅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我就想问问，你针对我的理由究竟是什么？我已经和你说对不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管怎么说，我都算是你的领导，还是有不少同事吃他的这套，纷纷劝我算了，别在公司闹得太难看。我瞥了一眼他梨花带雨的模样，真白绫莲念花，再怎么不得劲，道歉的事还是过去了。最起码我让林念低下了头向我认错，给你买了辆车，你去看看。刚吃完早饭，我爸不经意地开口，啊，怎么这么突然？买了什么呀？我爸把我拉到自家车库前，你不是嫌爸的这些车颜色太单一了吗？这回趁着你拉了项目，我给你买了辆橙色的，女孩子还是少晒太阳，开个电动车不安全。你快看看喜不喜欢，是一辆橙色的宝马 mini， 虽然和车库里的其他车没法比，但却正中我心头好，因为这就是我最近看的韩剧中女主开的车。没想到我看剧的时候随口一提好看，我爸就记在了心上。爸，你也太好了吧！我激动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但对新车的喜爱在开着它的第一天就到了尽头，小电驴5分钟的路程，开车要开20分钟。等我到公司了，又没有停车位，我只好临时找了个犄角旮旯一停。彼时我和林念已经有一阵子相安无事了，他见了我就当没看见，我除了必要的签字也不主动的找他，我们就像同一个部门里的2个陌生人。因为第2天要出个外插，那天没到下班的点儿，我就下了楼去停车场取车。没想到等我上车了后，我却看到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场面。林念搂着一个中年男人在他车里亲得难舍难分。趁着他们没注意，我拿出手机按下了快门。巧的是，这个男人我也认识，是制造运营部的总林念，林大经理，我决定不开你，我会让你会自动请辞。不得不说，林念的心脏还真是顽强。早上过完，他下午又正常上班，脸上的神情没有任何波动。直到总监的老婆来了公司，
扯着林念的头发，从公司头骂到公司尾，他的脸上才有了一丝裂痕。但不管怎么被打被骂，别人怎么看他笑话，他依旧天天来公司里上班。就这样维持了几天，直到总监被他老婆一起拉着过来了。我和这个巨人，你选哪个？总监老婆强势，拉着总监非逼着他做出选择。林念期待的双眸终于落空，因为显而易见，林念就是被抛弃的那一个。当着全公司同事的面前，林念，对不起，我有老婆，还有儿子，给不了你想要的。林念终于崩溃大哭。同一天，他递了辞呈。等交接了一阵子的工作，他收拾了东西要走。没有任何人和他说上一句话，他早就成了公司的边缘人物。我追到了公司门口，拦住他。宋妍，你还要怎么看我的笑话？我这样还不够吗？我还没有见人落魄补刀的习惯。我就是想知道，林念，你到底为什么针对我？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林念嘴角扯了扯，最终无所谓地扯出了一抹笑。你不知道啊，也是，像你这种没有心的人，别人卯足了劲儿的去争去抢的东西，你不过眨眨眼就有，你哪会在意？越听我越听不懂。怎么，我是抢了你什么宝贝了？宋木，你认识吧？哼，我追了他整整3年，他却一眼不看我。但你呢？你招招手，要什么他马上给你送到面前。所以你得不到他就作践自己。你这种天生凉薄的人懂什么？难不成我追他一辈子吗？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林念，你猜宋木为什么姓宋？因为他是我舅舅的儿子，他大学照顾我，是因为我是他的家人。林念转过身，满脸错愕，最终大笑出声。原来从头到脚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林念辞职后不久，制造运营部的总监也辞职了。也是，毕竟出了这种事，谁不想去一个没人知道自己所做的龌龊事能重新开始的地方呢？至于那个一开始就给我画饼的 HR， 他见林念走了，知道形势不对，也递了辞呈。我不知道林念是出于什么理由没把我的身份揭开，而我自然也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因为只有一步一个脚印，才能真正的站稳脚跟。我又继续苟在工程部干了3年，而3年后，我成了经理。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，我见了很多牛鬼蛇神，不乏有像林念那种德不配位的存在，但事实也证明，他们在职场中走得并不长远。1次2次或许是侥幸，但没有真正的实力，家族的荣光再盛，也终会消失殆尽。晚安。